市定古迹三峡祖师庙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来逛三峡老街，第一站来到三峡著名的祖师庙。祖师庙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来了。祖师庙被称为是艺术之庙，当年改建的时候是由著名的李梅树教授负责主持改建，前后花了30几年的时间，到他去世的时候都还没有完成，可以说是用慢工出细活的方式来改建祖师庙。今天就来好好的参观祖师庙。祖师庙大殿的龙柱采用镂空透雕的方式，听说每一根龙柱都花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。而正殿中的银柱是采用当年台湾神社废弃后的鸟居石柱来作为殿柱。我们现在离开三峡祖师庙，去逛附近著名的三角涌老街，还有老街几处市定古迹。三角涌老街长大约200公尺，是北台湾著名的老街之一。第一次造访三峡老街是民国70年。很快40年过去了。三峡旧称三角涌，清乾隆20年已有泉州移民入垦的记录。乾隆34年创建清水祖师庙，成为三峡的信仰中心，逐渐发展成为店仔街。日本时代大正5年实施市区改正，而形成今日三角涌老街的建筑风貌。这是妈祖庙，兴隆宫。旧庙目前正在重建中。这边又插入往秀才厝。很典雅的古厝。这是历史建筑益翠楼。现在已经变得很沧桑了。翠楼是大溪文人简阿牛在三峡的豪宅，他当年在这里经营建发染坊，做染布生意而致富。在大溪新南老街著名的建发商行，就是简阿牛在那边的豪宅，是新南老街非常著名的一栋巴洛克建筑。秀才厝，每人地销130元。不过因为今天要参观老街，还有许多地方要去，所以就不进去消费了。红砖厝就是迷人了。我们现在往回走，继续逛老街。三峡龙兴宫妈祖庙，这是旧庙改建中妈祖暂住的地方。不同时代的建筑并存于老街。前面就是老街的终点，接的那一街。接下来去造访附近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三峡教会。
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三峡教会现在正准备改建呢。马偕博士、马该博士是在1873年6月24日首次抵达三角涌传教。根据我读过的传记，当时传教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当时三峡地方人士非常的排外，所以马偕博士在前面走的时候，后面会有一些小孩子跟在后面，然后拿着石头丢他们，所以传教非常的辛苦。3年之后才建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三角涌的传教所，就是现在三峡教会的前身。三峡老街漫游去，这里有老街的漫画。回程继续逛老街。这条巷子刚刚没有逛到，进来看看。红川古厝，后街冰果室。回到老街路口了，接下来去参观市定古迹三峡街艺所。老街路口这里有一座古井，从这里走往三峡街艺场。前面那栋建筑是市定古迹三峡街艺场，相当于三峡区公所。现在是三峡历史文物馆。目前的展览是走读兰之路主题摄影展。旁边那里有三峡蓝染展示中心，里面有一些蓝染的文创商品。三峡街艺场旁边，这是嘉东绿廊，两旁都是嘉东老树。三峡国民小学，创建于日本时代明治33年，1900年，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。我们现在走回祖师庙，祖师庙那边还有2处市定古迹：福安宫土地公庙、载书庙，秀川街28号。这里有河岸步道，三峡河，远处是三峡拱桥，也是市定古迹。三峡载书庙，创建于清乾隆42年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主祀玄天上帝。这是三峡福正宫土地公庙，创建于清乾隆年间。日本时代因为新建三峡拱桥，而迁至载书庙这里。秀川街一带巷弄错落的老房舍，清代称为公馆尾。早期李姓族人来台拓垦，这里是三峡最早的聚落区。乾隆42年
李姓家族在这里兴建载书庙，所以这间庙有强烈的宗亲庙的色彩。现在的载书庙管理委员会及祭祀工业仍然是由李姓家族所负责。我们现在走往三峡拱桥，市定古迹三峡拱桥。三峡拱桥完工于昭和8年，桃园大圳完工之后，河水水位降低，三峡传统的水路运输没落，陆路运输兴起，因此日本政府兴建这座三峡拱桥，作为陆路运输之用，是由日本人山川壮一设计施工。回到载书庙了。秀川街，这一条就是秀川老街。这里有墙壁彩绘。以前的老街街道非常的狭窄。秀川里庶民生活。我回到祖师庙了。那我们今天的三峡老街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